你咋不问问我就把孩子抱回来了？咱家现在就只剩下2天的米，儿子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你呀……媳妇儿，家里困难我都知道，可福宝的爸妈都没了，把他一个人丢在那里，他怕是熬不过这个荒年。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婶婶，我肚肚很小的，吃一点点就饱了，留下我吧。现在我的法力没有了，得先找个地方苟着。也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先喝点粥吧。谢谢婶婶。你去大队借点米回来，咱俩饿点没关系，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总不能饿着他们。媳妇儿，你的意思是接受福宝了？不然咋办？这么小的一个孩子，长得还这么可爱。我现在就去借米。你们放心，等我的法力恢复了，会让家里米粮满仓的。福宝，冻了1天了，睡会儿觉吧。妈，你瞧瞧我刚挖出来的石头。嘘，别吵，你妹妹在屋里睡觉呢。妹妹，好可爱的妹妹呀！妹妹，我是你哥哥，叫苏凡森。呀，这不是我的法力石吗？妹妹，你喜欢这个石头呀？给你，以后有事给哥哥说，哥哥罩你。我有妹妹啦！法力恢复了一点点，是时候报答爸爸妈妈啦。一天到晚的咳，能不能别在我家门口咳？都把我家财运给咳没了。蒋婶儿，你咋说话呢？哼！你也瞎呀？没看到老娘站着呢？大清早就听到野狗叫唤，更晦气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姓林的，你敢骂我是狗？你自己对号入座，怪谁？你瞧你这脸色，一副短命鬼的样，老娘发善心，不跟你计较。坏女人，我妈妈比你好看10000倍。哟，我家不要，你们家就把这克死全家的小丧门族给抱回来了呀？蒋翠芬，你还是人吗？福宝可是你小叔子的孩子，你不要他就算了，还说这么难听的话。福宝才不是丧门星，我是小福星。福星，灾星还差不多，他这刚把亲爸妈克死。瞧你们全家一脸衰样，当心点，说不准哪天把你们全家也克死。蒋翠芬，我今天要打烂你的嘴！妈妈，别管他，他要摔了。什么？我没看错吧？妹妹好像会法术。我的鼻子，好啊！我今天非得痛打哈巴狗，呛死你！姓林的，你们一家给我等着！要不是本宝现在法力受限，肯定不轻饶你。哼！福宝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妈妈！我的宝贝女儿，走，妈妈给你做好吃的。妈妈，先别喝。福宝，怎么了？水有毒。
媳妇儿，你醒醒啊！原来有人在井水里下了药，害得妈妈不到40岁就死了。而且这药男人喝下没事，女人喝了就会生病，难怪妈妈一直咳嗽生病。福宝，你咋知道水有毒？我能尝出来。你这孩子是不是饿得说胡话了？妈，妹妹说的也许是真的呢。福宝，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是早上的坏女人做的。媳妇儿，我觉得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这病来的蹊跷，咱们小心一点不是坏事。好，那就听福宝的，咱们不喝了。明成，你去把家里的另一口井收拾一下，打开用。好。妹妹，哥知道你有本事，你有没有办法教训那个坏女人呀？有。虽然我的法力不能主动伤人，但坏女人害我妈妈，得给她点教训，正好让我试试转运法术恢复了没。福运多多，灾祸转移，成功啦！哎呦，我的肚子疼死老娘了！活该！呸！媳妇儿，家里的粮食见了底，我去山上打打野味，抓抓鱼，给孩子们改善改善伙食，多的就去换点粮食回来。好，路上小心点，早点回来，别摸黑。爸爸今天出去会颗粒无收，我得帮帮他。妈妈，我也想跟爸爸一起去。福宝，刚发了大水，山上危险得很，你就在家玩好不好？爸爸，福宝会乖乖的带我去吗？福宝家待着也无聊，就带他去吧。爸，我也要去。好，那就一起去吧。哟，这是家里口粮没了，要去打猎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刚发过大水，这山上连个鸟屎都没有，可别啥都没打着，还被这小灾星连累的掉沟里，连命都丢了。哼！江翠芬，你再敢骂我女儿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坏女人，有我在，爸爸肯定能打到很多很多的猎物。全村人上山连一根毛都没看到，还有你在，你们要真能打到东西，我蒋翠芬就去吃屎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你等着。爸爸，我想吃栗子。福宝，栗子只有熟了掉在地上才能吃，现在栗子还没熟，不能。爸爸，捡栗啦！爸，你别愣着呀，快来捡了。这不是成熟的季节啊，咋回事啊？福宝，你们在这儿乖乖的等我，爸爸去找一找野兔的窝，兴许今晚咱们能吃上兔肉。好。让爸爸抓兔子太累了，正好召唤法术恢复了，试一试。妹妹，你有什么办法帮爸爸吗？上了半辈子的山，还是第一次这么邪门。爸爸，晚上能吃兔了。晚上让你妈妈做，咱们现在打鱼去。福宝凡森，插鱼最讲究快准狠，看你爸我给你们露一啊！哥哥这边，那边，搞定！爸爸，咱们回家吧。我到底捡了个什么闺女回来啊？
打了这么多啊？凡仙呢？半道上遇到同学去玩了，晚上才回来。走进屋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可能打到这么多东西？是谁上午说我们打到东西下山就吃纸来着？我之前上山的人说山上啥也没有，再就你家打着了，还这么多，谁知道你这东西是打来的还是偷来的？蒋翠芬，你发啥羊癫疯？说谁偷东西呢？瞧你男人背的满筐的鱼和兔子，说不定这是把全村的救济粮偷了，不然咋会这么多？才不是偷的，这是我们自己打的。灾年能打这么多，骗你啊！识相点，分我半筐，我就不说出去。好你个苏明成，敢打老娘！快来看了，苏明成偷村里的救命粮，还打人了！快来人啊！干啥呢？咋又是你？吵吵闹闹的像个啥样子？村长，你给评评理！苏明成他不光偷了全村人的救济粮，还动手打人。哪来的救济粮？我咋不知道？你看他背的提的，不就是救济粮？胡说！这是我亲眼看着他上山打猎打来的，这不我还拿米面来换肉嘞。咋可能？咋不接着骂了？你不是还说让我们分给你半筐肉，你就不把偷东西的事儿说出去？这话说的挺熟练，平日里没少偷东西吧？咋可能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既然这东西都是山上打猎打来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家也有些日子没开过荤了，我也来换点肉。婆娘，你家不是有肉吃吗？啥？全村都遭了灾，咋你家还有肉吃？咋可能？我家也是愁得揭不开锅，哪吃得起肉？哎呦，谁拽老子腿？嘿嘿，又解锁了一个法力。这不是村里留着给老人和孕妇补营养的肉跟粮吗？你敢偷？走，跟我到派出所解释。村长，我家王强也是饿糊涂了，一时同婚犯了错，我们现在就还回去。那不行，村长，既然他们家想吃这些东西，卖他们3块钱也行。啥？这点东西平常还不到1块钱？你也说了平常，现在可是灾年，跑遍全县都不一定买得着1块肉，没收你一张大婚家就算便宜你了。给，我们给。乡亲们，想换肉吃的来我家换，咱们也回家，今晚给你们做肉吃。菜上齐了，今天能吃到肉，福宝才是大功臣。自打有了福宝以后，咱们家事事顺利，福宝可真是小福星。以前想着家里有个小子，就缺个小棉袄，现在有福宝，就啥也不缺了。嘟嘟啊，吃饭饭。小馋猫。算命的说，咱家祖坟冒青烟是大富大贵命，这啥也没干就没了3块钱，富贵啥？造啥？听线上的广播说，过几天有港商来我们这儿考察，到时候你好好表现，说不定咱家就要翻身过好日子了。真的？这消息是我弟告诉我的，包真。不过林连弟仗着的不还是苏明成护着他，才总跟咱家作对。趁港商没来之前，咱们要是让他男人出了事，也省得到时候跳出来抢咱们的富贵。出事儿？啥事儿啊？啊！万一闹出人命咋办？你怕啥？你也不想想，要不是他们，咱们今天哪里会吃这些，还赔了这么一大笔钱。哼，媳妇儿，你说的对，他还故意领养福宝，让别人骂咱们，就应该让他家吃点教训。就用你的招。王强老弟，咱们合资的工厂建好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啊！咱们一起做大做强。哼，坏女人这么坏，不该有这样的富贵命。鸿运多多，八方来财，诸王两家运势逆转。媳妇儿，樊森去上学了，我也去地里干活了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不好，爸爸今天要出事。可惜昨晚法力用的太多，预测法力只有30%，看不到是谁要害他。不行，我要劝爸爸不要出门。爸爸不要出门。
福宝，怎么了？有坏人害爸爸。福宝，是谁要害你爸爸？放心吧，福宝，爸爸干完活就回来，而且爸爸以前当过兵，想害我没那么容易。爸爸今天实在没空带你，你在家乖乖听妈妈的话。好吧。今天万事小心。姓苏的，昨天你跟你婆娘害得老子又赔钱又丢人，今天老子要是好看。你自己手不干净被抓个现行，还怪别人？你在老子面前装什么装？你就是一个怕媳妇儿的窝囊废，你那个媳妇儿就是个废老鬼，还有你领养克死我弟弟一家的灾星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跟你们家做邻居。王强，你骂我可以，敢骂我媳妇儿和孩子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，往这儿打！我告诉你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，我到公安那里告你去。呸，不敢了吧？你苏明成就是个窝囊废，跟林连地那贱娘们天生一对儿。王强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不好了，骡子受惊了，朝这边来了，大家快躲开！救命啊！爸爸，别怕，我来了。哟，老苏家的媳妇儿可真站得住，你家男人在地里被骡子踢了，你还有闲工夫站着？你说啥？我说你男人出事儿了。明成，明成，听说你被骡子踢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刚才是福宝救了我。爸爸，别怕，我来了。救命！打！恩人，要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我这条老命今天就交代这儿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香港过来的投资商郭天启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我想起来了，您就是广播里说的要来我们县投资的富商郭老板。原来他就是要帮坏女人的富商呀！没想到转运后，爸爸成了他的救命恩人呐。对，这一次来神山村就是受县领导的委托，带总工柳工来这里考察矿产的。对了，老弟，我们考察队缺个当地人领队，工钱1天2块，外加1斤白米，你愿不愿意干？啥？1天2块，还有白米？这比城里的职工工资还高。我干！王强，你能有点用不？事儿没办成就算了，富商还没留住，白白让苏明成捡了个大便宜，1天2块啊！人苏明成是郭老板的救命恩人，这咋跟他争啊？哼，这好事绝对要抢回来。
妈，你们都去哪里了？门开着，家里也没人。我们去地里了。明成，你带客人进屋说话，我去张罗晚饭。郭老板，这苏家两口子是我们村有名的好人，村里遭了灾，这孩子爹妈都没了，明成就把他收养了。明成老弟，你这为人我自愧不如，今天你救了我一命，以后就是我郭天启的兄弟。我虚长几岁，讨个嫌认个大哥，今后你有事儿尽管来找我。我也不会说别的，都听大哥的。郭哥，今天你说采什么矿是做啥的？贵县领导邀请我给全县做矿产勘测，今天恰好来到神山村，不过这里不是重点开采地，以前勘测过这里的地下，没发现有矿产。才不是，村里地下有好大好大的金矿呢。虽然我也想这里能发现金矿，但以过往开掘历史来看，村子下面绝对不可能有金矿的。小福宝，这次可能让你失望了。郭总，神木村地下发现金矿了！神门村真是大福气！哈哈哈哈！初步勘测，地下金矿石储存量约100吨，起码能开采几10年。这是个王小木啊！郭老板，那我们这儿能不能开发？神门村开发条件很好，我今晚就写报告上报，然后安排设备来开发，刘工来做技术总工。老弟，我这边缺个包工头，你要不要做？郭老板，我可以做。他苏明成又没文化又没背景，懂啥挖金矿？我愿意干，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，挖矿需要工人，我想让乡亲们来这里做工，带着大家一起发家致富。哈哈哈哈哈！本来矿就是神明村的，我没理由不答应。哼，有那一天2块的好事不想着我们，累死累活挖矿都想起我们了。手续都没批下来，空头支票倒打得积极，傻子才跟着你干。王强，你不乐意干就滚去2块地儿去，别搅和我们赚钱。王强，哼！哎呀，走吧走吧。乡亲们，咱们神之村穷了几10年了，好不容易有翻身的机会，咱们能放过吗？不能！不能！不能！为了咱们的妻儿老小，为了咱们的后代子孙们，家家都能吃饱饭，穿上好衣裳，不再受人白眼儿。咱们要凭着自己这双手努力奋斗，开拓一个崭新的神门村。奋斗！奋斗！奋斗！这贱人还真让他转了运。乡亲们，这只是这个季度的奖金。郭老板说了，只要好好干，每个季度还会再分钱。瞧我这脑子，我给大家都做了肉菜，大家快进来吃啊！对了，我们只招待一起挖矿的乡亲们，其他人可别来啊！是，就知道吃。你没看到林连地那小贱蹄子，当着全村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。瞧他那红嘴唇咧的，都快咧到耳根了。这要是再过些日子，尾巴还不得翘上天？不就是抹红嘴唇？我下午就去镇里给你买口红，保准比他涂的还红。呸！连话都不会听，老娘当初咋就嫁给你这个窝囊废？你瞧瞧人家苏明成多有本事，再看看你，脑子不够3两重的蠢货，能指望你点啥？我是没苏明成有本事，现下他们家又攀上了靠山，咱们还能有啥办法？总不成把姓郭的弄倒台吧？对呀，我咋没想到还有这儿啊？媳妇儿，你想到啥了？他们矿上不是有炸药吗？要是这炸药没按时间炸，你说他和那个姓郭的是不是要担责任？福宝，我去给爸爸送午饭，你自己看家好不好？好。明成，坚持住，大夫马上就到。不好，今天矿
室。妈妈，我也要去。福宝，爸爸是不是今天要出事？工头，嫂子和小侄女来给你送饭了，在外面等着你呢。老苏好福气呀，嫂子天天来给你送饭，不过小侄女还是第一次来。明成，福宝说今天矿上会出事。福宝，你今天看到什么了？烟花，砰！不是烟花，是炸药。下午要炸矿洞用的炸药，要出大事了。立刻停止施工！炸药埋没出了问题，下井的同志们抓紧时间上来，动作要快。矿机不能停，照常施工。刘刚，炸药埋设出了问题，工人再不上井会出人命的。这矿上的技术总工，炸点和爆炸时间都是我计算好的，根本不会出意外。你少在这危言耸听。出啥事了？怎么工人围在广场上不干活？大哥，赶紧让工人上井，不然等会儿炸药爆炸会出大事的。老弟，距离今天的爆破任务还有3个小时，这个点炸药还没埋下去呢。放心，不会出事的。就是一个包工头还管起技术上的事儿了，浪费了这么多时间，延误了今天的生产指标，你担得起责任吗？好了好了，弟妹都来送饭了，老弟你赶紧去吃饭吧。大哥，再不让人上来就来不及了。要是延误了生产指标，责任我来负。大哥，你就听明成的吧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。爸爸，还有10分钟。没时间了，我现在就指挥工人上井撤离。苏明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喊着要出人命，喊得没完没了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旦完不成生产指标，上级就会找其他投资商来开发。你知道我们要损失多少钱吗？那也不能拿着工人的命开玩笑。老弟，贸然停工的牵扯太大，我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。你说矿上要发生爆炸，这个消息哪来的？是我女儿告诉我的。一个4岁娃娃说的话你都信？苏明成，你真是脑子坏了。老弟，看在你是我救命恩人的份上，今天的事我不跟你计较，赶紧载着弟嫂和福宝回家，这里不是孩子该在的地方。叔叔真的会爆炸的。郭大哥，福宝不是普通孩子，他说会出事就一定会出事。你们在搞笑吗？你也不看看你闺女才多大一点，恐怕连1加1等于几都不知道，知道啥是炸药？还他说会出事就会出事，咋？你闺女乌鸦嘴转世啊？你老柳，你过分了！爸爸，还有5分钟，快来不及了。老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哥，指标延误的责任我来负，出现的损失我苏明成砸锅卖铁补上，你就让我把工人喊上来吧。老弟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么可能让你砸锅卖铁赔偿？行吧，听你的，让工人上井。郭总，这怎么能行？谢谢大哥，我现在就去喊人上来。同志们，抓紧时间上井，井下不许漏下1个人。无运多多，庇护众生。爆炸时间慢。都出来了吗？还有没有人在井下？装的倒挺像，我看等会儿你们怎么收场。工头，下井人员全部撤出了。老弟，这5分钟都过去了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？就是苏明成，你不是说会爆炸吗？这好端端的，哪来的爆炸？3、2、1。我真是糊涂了，竟然相信一个4岁娃娃的话。工头，矿井埋的炸药出了问题，矿井炸了，还好人员撤出及时，没人出事儿。这怎么可能？没到时间，炸药怎么就炸了？
这我应该问你，炸药为什么提前炸了？大哥，你这是做啥？老弟，都怪我不相信你的话，险些酿成大错。这要是再晚几分钟，后果不敢想。你救了我2条命，今后我的就是你的。苏公，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出言不逊。苏公，柳公，你可不能这么说，工程上的事儿还要靠你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是啊，工头，我要是出事儿，老婆孩子可咋办呀？工头，谢谢你救我们一命啊！同志们，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儿，大家都起来吧！起来，大家都起来吧！大家都起来吧！同志，他就是矿区负责人，这个是工头，刚才爆炸声就是他俩捣鼓出来的。你就是郭老板吧？我们接到举报，矿上出了安全事故。什么？来得这么快？调查员同志，这矿离我们村这么近，他们施工不注意安全。就是这种黑心老板，他就该关到局子里。同志，你们都没有调查，咋知道矿上出了安全事故？还用调查？刚才那爆炸声10里开外都能听到。林连弟，你想护着你男人，也不看看啥时候？你以为就冲你这3言2语就能颠倒黑白了？从现场的爆炸情况来看，我们有理由怀疑刚才的爆炸可能导致矿工在井下遇难。郭老板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啥？矿上炸死了人？媳妇儿，这可咋办啊？不是说不会出事吗？这咋还闹出人命官司了？闭嘴！不想坐牢就听我的。蒋翠芬，你俩嘀咕啥呢？没啥。调查员同志，你瞧他们老板都承认矿上出了事儿，还是早点把他抓起来，省得祸害我们村儿。谁说我们矿上出了人命？谁说我们矿上出了人命？刚才那么大的声响，矿上会没人出事？苏明成，你不能光凭一张嘴说矿上没出事，调查员同志可是要看证据的。咦，爸爸，这里有多少叔叔呀？20个。呀，和我数的一模一样耶！各队队长赶紧确认自己队的人头，跟调查员同志确定清楚，是不是还有人在矿井。报告老板，20名矿工全在，无一出事。竟然真没事儿。我这不是担心大家吗？对，我们也是担心。可刚才你们一点也不像担心的样子。还担心？我看你们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炸药确实提前炸了，幸好没人出事。今天虚惊一场，中午我请客，请大家吃顿好的。调查员同志，你也一起来。不用了，既然没人出事，当然是最好的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对，我们也不打扰，这就走。蒋翠芬，你们站住！调查员同志，这事儿还没完，今天确实没人出事，可炸药却提前炸了，这事儿你可要调查清楚。刘庚，炸药和炸点是你计算安排的，你说说今天这爆炸是咋回事？炸药原本定的爆炸时间本来是下午1点半，我一早就通知下去了，结果炸弹没等到时间，突然就炸了。还有这种事儿？说到这儿，我倒要问问2位热心村民，你们是怎么把时间掐得这么好的？这边刚爆炸完没一会儿，你们就带调查员同志过来，难道是事先就知道今天矿上会出事？咋可能？只是凑巧。哦，天底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你，姓林的，你想诬陷我们？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在这儿乱说什么？小心我告你诽谤我们！关键时刻还是要看本宝助攻。爸爸，你也会放大烟花吗？好厉害！爸爸可不会
会爆破的只有一个。调查员同志，这矿上会爆破技术的只有江大为一个人，你们只要问他，就知道谁在背后搞鬼了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人我已经带来了。说，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是他。他说只要我在工人吃午饭没人的时候提前引爆炸药，他就给我10块钱。不是你胡说啥呢？人证已经指认了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关我啥事儿啊？你们别得意，这事儿还没完。哎，怎么又红了？难道爆炸的事情还没完？啊！爸妈，刚才好大的动静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这孩子跑步声咋这么重？差点把我跟你爸吓出心脏病。妹妹，咋了？奇怪，也不是哥哥，那到底是谁会出事呀？范森，矿上出了事，乱糟糟的。你先带妹妹回家，我跟你爸忙完事情回去。好，妹妹，咱们回家。慢点儿，别摔了。哥哥，累。那哥哥背你，来。怎么越来越红了？难道是我的法力失灵了？幸好当初救了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儿子才会投资我们开店。现在你儿子的公司是我们的了，你也没用了。原来老奶奶晕倒被坏阿姨救了，坏阿姨却恩将仇报，不能再让坏阿姨害人了。好烫，怕是中暑了。妹妹，你在这守着，别乱跑，我去找人。我检讨，我不该做这么丧病狂的事儿。念得跟蚊子叫似的，大点声！叔，这两口子不是被带走了，咋回来了？这不是下午调查员同志把他俩送回来，说这次爆炸抹出人命，交了100块罚款，让我对他俩进行批评教育，跟乡亲们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干甚呢？快念保证书！我猪油蒙了心，才犯下大错，今后绝不敢再有害人的心思。要再有，活该！光念保证书真便宜他们了。别看热闹了，家里还有病人呢。大夫，这边走。嘿，大夫咋样？没啥大病，就是饿了几天，缺营养，给炖点肉吃，歇几天脚就没事了。家里有的是鱼，我现在就去炖几条。哎，鱼肉不行，刺多。老太太现在还昏着，万一卡住咋办？那咋办？这大晚上的也没地儿买肉啊。我有法子。寻思啥呢？快尝尝味道咋样？对了，突然记起今天晚上郭大哥要喊我说事儿，我现在去。哎，今晚上咋这么困呢？我先去睡会儿。哎呀，兔兔！我看你们谁敢下桌！这碗我拿去给大娘吃，剩下的是你们的。
要是一会儿我出来看还剩着，你们……热味的。都吃完了，好吃吗？特别好吃，比镇上大饭店做的红烧肉都好吃。肉肉还要。小馋猫，你们要是都觉得好吃，以后我去镇上摆摊卖这种小吃怎么样？好，妈，咱们给这道菜起个名字吧。要不就叫鱼豆腐。鱼豆腐好吃。锅里还有，让你哥给你去拿。明成，你咋不说话？媳妇儿，你想摆摊做生意，我没啥意见。就是你这病了老些年，我怕你身子骨吃不消。你瞧我这身体好多了，咳嗽也好了，而且俩孩子越来越大，用钱的地方也多了，多一个人挣钱总是好的。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以前治病欠的债，眼下也还干净了。而且听说省里马上要来外商投资，到时候我想办法多赚一份钱，绝对能养活这俩孩子。明成，这些年我得了那怪病，啥也做不了，一直都是你撑着这个家，这些我都看在眼里。眼下好不容易我能给家里做点贡献，你可不能拦我。好，都听你的。爸妈，我跟妹妹还在呢。妈妈，亲亲。行了吧？吃饭。你瞅瞅林连地那贱人的嘴脸，老娘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媳妇儿，咱们还是别跟老苏家置气了。刚才我听到林连地要到镇上摆摊卖东西，咱们还不如想想办法把自家日子过好。林连地那贱人要摆摊卖东西，那正好，我要让他卖不成。闺女，是你救的我吗？大娘，您醒了。大娘，您瞧着面生，咋会到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来？我年轻时是从这村里出去的，出去50来年了，这不前些日子回来了，想着回村里看看还有没有亲人，结果没找到不说，还把盘缠丢了。唉，那大娘，您还有没有儿女？有个儿子，在外面做点小生意。哎，瞧我这记性，忘了跟我儿子说咱们村子的位置了。闺女，咱们村里有电报站吗？有的，只不过这电报站有些远，您这身子还没好。不过我们家里有纸笔，您就把地址啥的写清楚，我让明成去帮您打电报。好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真是大好人呐！冯先生，我知道您刚从米国回国，行程紧，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这是我对神参村的开发计划，您可以看一看。郭先生，我早就说过，我这次回国只是为了投资我母亲的老家，其余地区的开发计划我不感兴趣，您请便。Boss， 老夫人把地址发过来了，说是她的老家在一个叫神木村的地方。神木村？郭先生，你等等，你刚才说的神竹村，我能看看具体地址在哪儿吗？可以。天底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。通知下去，下午的行程取消，去神山村接我母亲。
老板娘，你这炸的是啥？咋这么香？这是我家自创的小吃鱼豆腐。鱼豆腐，这倒是第一次听说。多钱一碗啊？2毛1碗。买张大饼都不到1毛钱，就一碗破豆腐卖2毛1碗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坏女人又来欺负我妈妈，看我的！大家都别被他骗了，大娘，您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让您来帮忙，真不好意思。一点都不累。这几天麻烦你们一家照看我，我谢都来不及呢。对了，大娘，俩孩子跑哪儿去了？刚才我瞧着小福宝带着樊三去那边了，8成是去玩了。这俩孩子太贪玩了。你们卖的啥黑心东西？悄悄把人都吃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难道这鱼豆腐不干净？我刚才也吃了几块，现在也感觉肚子不舒服，肯定有问题，退钱！大家先别着急，不一定是我家卖的鱼豆腐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兄弟就是吃了你做的东西后倒下来的，你还不承认？难不成我兄弟拿自己的命诬陷你？连帝不是这个意思，人命关天，要不咱们先去看大夫。胡老大，滚一边去！我告诉你，人就是吃了你家的东西出的事儿，别想推卸责任，赔我们100块当医药费，不然我就把你们这摊子砸了！你这人讲理不讲理啊？都说了先找大夫看到底是啥病，难不成你们心虚不敢找大夫看？谁说的？找就找！用不着去找，大夫来了。用不着去找，大夫来了。蒋翠芬，又是你！你这次又想耍啥花招？这你可就误会我了。我这不是听说你这出了事儿，专门带我弟弟来帮你的，你咋还不领情？小杰，你是大夫，看看这人是染了啥病。看上去像是食物中毒。他刚才吃了啥东西？就只吃了他们家卖的鱼豆腐。哎呀，原来是你卖的东西不干净，把人吃出病了呢。这下该赔多少就赔多少。不可能呀，这原料都是当天捞的新鲜鱼肉，咋可能吃坏肚子呢？你们当然说自己卖的干净，可人是吃了你们家卖的东西中的毒。今天你们就算是说破天也没用。对，赶紧赔钱，不然我就去揭发你们卖有毒的吃食。你们想揭发我也行，这是我今天在镇上菜市场买油的凭证。你们既然说是我家做的东西有问题，多半就是原料出了问题。要告，咱们连着菜市场一起告。不会吧？咱们镇上就这一个国营菜市场，他们卖的油还能出问题？是啊，而且咱们全镇的吃喝都指着这个菜市场。要是菜市场被封，咱们这一镇子的人吃啥喝啥。快看，出人命了！这是咋回事？看样子像是染上了传染病，8成是跟谁接触过传染的。是他，刚才就是这老东西端着盘子倒棍子到我们这儿的，肯定是他传染我们的。福宝，你在等什么呀？咱们出来这么久，该回去了。当然。你是谁家的娃娃呀？蓝叔叔有事吗？老奶奶出事了！你别胡说，你们接触的人这么多，凭啥说是大娘传染的你？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还狡辩？这老太婆在你家住了有些日子了，该不会你身上也染了病吧？就这你还敢出门摆摊，这不是害人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们都瞧得真真的。你这老绝户得了传染病，害得人吐血都躺在这儿了，这黑心老板还护着这死老太婆，咋的呀？你们一家染病不想活了，还想把我们也害死？大妹子，你让我讲句公道话成不？细看，又脏又臭，恶心！大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开我！臭婆娘，你们别想跑！今天老子不光要砸了你的铺子，还要你拿100块赔偿我兄弟的医药费。你要是敢不拿，别怪老子自己动手！别跟他废话，砸了他的摊子，让他以后不能出来害人。妈！妈！快把药拿出来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儿子，你可要替妈和莲弟做主啊！就是你们把我母亲推倒的？是我做的，咋了？谁让这老东西染了病出来害人？推他都是轻的。 boss， 需要我报警吗？哪里来的尖嘴猴腮的洋人？
这老绝户凭空冒出个儿子，我看你们是想讹我吧？冯先生，没想到您大驾光临，上面让我们好好招待您。听说您要给我们县投资建厂，今后有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您尽管提。姐，这2位都是县招待所的干部，看他们的态度，这姓冯的身份怕是不一般，咱们可招惹不起。假的吧？我看他们就是装腔作势。别说了，快走吧。你们不能走。刚到贵县，就有人害我母亲心脏病发作。贵县要是还想让我投资建厂，必须把他们抓起，给我一个交代。既然有这种事儿，我们这就把他们带走调查，一定给您一个交代。大老板，今天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啊，都是那女的让我们这么干的。你别胡说，跟我可没关系。冯先生，这俩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滚刀肉，我们一起走调查。起来，跟我走。莲弟，我听说摊子被人砸了，你没事吧？多亏冯先生，我跟大娘都没事。明成，这位就是冯先生，大娘的儿子。今天的事多谢您了，该道谢的应该是我。谢谢2位这段时间对我母亲的照顾。您别客气，今天反倒是大娘为了帮我才出了事儿。莲弟，你别自责，是那些人太坏了。谢谢大娘。对了，冯先生，您是怎么知道大娘在我这儿的？妹妹别吃了，再吃就把叔叔车里的糖吃光了，妈妈会说我们的。爸爸，好吃你也吃。不好意思，小孩子贪吃，这糖很贵吧？多少钱我们赔？不用赔，我那多的是。福宝想吃多少吃多少。那多不好意思。儿子啊，这段日子我没少给莲弟一家添麻烦，咱可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。这种食物竟然如此好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开连锁店？啊？连锁是啥意思？连锁就跟国营菜市场一样，既能开在咱们县，还能往市里、省里开，还能开到全国。我做的小吃能卖到全国，可是开连锁店要花不少钱吧？钱的事儿不用担心，我可以给你投资开店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。愿意，我愿意开。大娘、冯先生、郭大哥，欢迎你们来。恭喜恭喜，这才1个月店就开张了，大妹子这干劲儿，老哥我自愧不如。这要多谢大家的支持，这段日子没少帮我们操心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媳妇儿，吉时快到了，咱们该揭牌开业了。3、2、1。妹子，今天新店开业，要不讲2句？我没上过几年学，文化不多，也不知该说些啥。说句实话，大半年前我还以为我活不长了，根本没想到我们家还有今天。大喜的日子本不该说这些话，今后我一定认认真真把生意做好，希望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红火。好！肉肉好香，没忍住。来，大家动筷吧。这小贱蹄子害得咱俩被关了1个月，他们倒是过得自在。不行，老娘咽不下这口气。姐，你还没觉得不对劲吗？啊，小杰，你啥意思？这苏家大半年前还穷得叮当响，突然间他们家就撞了大运，喜事连连，这当中肯定有古怪。姐，你好好想想，苏家这段时间出啥奇怪事儿没有？怪事儿倒没有，就是自打苏明成把福宝抱回家以后，苏家就接连不断有好事发生。那就是这小东西有问题。姐，你有没有认识的大师？有的话请过来，好好对付这个小东西。还真有，等我回去就去请。姓林的，咱们走着瞧。今天店里就卖出去15块多啊，这可比摆摊多赚不少呢。挣钱买肉肉吃。
妈妈，冯叔叔他们走的时候说，等我们赚够1万块，就能购置机器建厂生产鱼豆腐了，到时候就能卖到全国，以后一定会赚得越来越多的。那咱们一起努力赚钱，到时候建大厂子好不好？好。既然这么晚了，福宝、凡森，咱们关门回家。好。福宝，看啥呢？走，咱们回家。大师，咋样？那个小丫头不是正常孩子，确实是个祸星。你们家要是想顺风顺水，必须把她除掉。果然是这小贱虫搞的鬼。大师，求你给指条明路。贫道只管帮人勘探吉凶，阴损法门，贫道不能做。大师别呀！以后只有一个。贫道突然想起来，斩妖除魔的事儿不能推辞。把这张符埋进苏家院内，不出2日，那小魔女就会生病，法力也会失散。半个月后，你们2家的运势便能逆转。多谢大师，我现在就去埋。想害我，没那么容易。哥哥，就是这里。瞧我的！就这点小伎俩还想害我？本宝不发威，还当我是纸老虎？反弹！大师，出啥事儿了？这小魔女倒是有点本事，竟然识破了贫道的符咒。无碍，贫道且和这小魔女斗上一斗。还来，本宝也是有脾气的好吧？本宝今天要让你再也不能用法术害人！大丈！吓他！好了。没想到这小魔女法力这么强，竟然把我的法力给废了。他要是也对我们施法，可咋办呀？你要是还想让你们王家好过，贫道还有一个法子。福宝，我去店里，爸爸去矿上，你和哥哥留下来看家，不要乱跑哦。不行了，肚子疼，快憋不住了。妈，不好了，妹妹不见了！啥？
灾星，这可是大师专门给你做的符贴，你就等死吧！坏女人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村长，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。啥事儿？是连弟家的事。连弟？你们两口子又跟连弟家闹矛盾了？咋会？我们两家早和好了。就是自打连爹忙着开店以后，每到半夜我们就听到福宝坐在大门口哇哇哭，还听到连爹两口子打骂福宝。我们虽然没有收留福宝，但是他毕竟是我小叔子的孩子啊。连弟两口子把福宝疼成宝贝疙瘩，你说他们打福宝，我咋不信呢？对吧？我也不信。结果今儿早上我去倒猪肺，远远的就瞧见福宝哭着往山里跑，我这才觉得不对劲儿。村长，不是没这个可能。老苏家最近发达了，老话讲，人有钱就变坏。他们之前对福宝好，现在可就不一定了。对，毕竟福宝不是他们亲生闺女，打骂这丫头也正常。村长，我保证说的都是实话，但凡撒一点谎，我们两口子自愿离开神木村。到时候你们把我们家都卖了都行。大家要是不信，咱们就去连弟家看看福宝在不在家，不就明了了？行，那我们去老苏家瞧瞧。村长，你们在我家门口干啥呢？明成、连丽，我问你们，福宝是不是不见了？村长，你咋知道福宝不见了？是不是有人瞧见他了？村长，你这是干啥？干啥？我问你们平常咋对福宝的？你们就算不想照顾孩子，也不能打他呀！村长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和明成把福宝当亲闺女养，咋可能会打他？林连弟，事到如今，你俩就别装了，虐待孩子可不是正经人干的事儿。蒋翠梅，你说清楚，谁虐待孩子了？你还不承认？你们两口子大半夜打福宝，动静我们都听到了。你胡说！那福宝为啥哭着跑走了？你们两口子要是真好好对他，他一个4岁大的小孩能跑？村长，我不管你听到了啥，眼下孩子丢了，找福宝才是最要紧的。有事咱们能找到孩子后再说。村长，你让我们先找孩子吧。行，那就先找孩子。村长，不好了！村里有人看到福宝栽进河里，人没了。你再说一遍，谁没了？不可能，我们早上走的时候，福宝还好好的。还在说谎！福宝就算不是你们亲闺女，你们也不能这么对她呀！才4岁大的孩子，就这么没了，我可怜的福宝啊！可怜的小福宝命太苦了。是你们虐待福宝，才导致福宝能出事的，把他们送到派出所去。叔叔婶婶，你们在找我吗？福宝，你跑哪儿去了？我和你爸担心死了。妈妈，对不起，是蒋翠芬和王强把我绑起来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蒋翠芬，你为啥要绑我家福宝？你是咋跑出来的？太过分了！不好，爸爸妈妈有难！可恶的坏人用符水限制了我的法力，不过你们关不住我的。蒋莲芬，原来又是你们绑一个孩子，这孩子还是你们的亲人，你们还有人性吗？村长，你还瞧不出都是他搅和的，咱们村不得安宁吗？这福宝就是个灾星！胡说八道！自打福宝进了苏家，家家户户日子都好了起来。要我说，福宝就是小福星，你们两口子才是灾星。对，村长，蒋翠芬刚才还保证过，要再害人就滚出神木村，现在把他们赶出去。村长，这种害人精咱们村里不能留。好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林连弟，都是你跟那小灾族把我们家害成这样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害人终害己，活该。妈妈，我好累，好困。福宝。福宝，你感觉咋样？还难受不？爸现在带你去卫生院看看。
们让我睡3天就能好。光睡觉咋行？不行，现在就带福宝去卫生院。爸，听妹妹的吧，妹妹她和其他人不一样。听说收养福宝的老苏家这半年日子越过越好，还在镇上开了连锁店。这孩子真是个福星啊！那是老苏家好人有好报，不像某些人啊，亲弟弟的孩子都不要，还做绑架这种畜生不如的事情，被赶出去了还厚着脸皮回来。喝死你算了！你知道村里怎么骂咱们的？还不是你当初拦着我不让养福宝，要是养了就没这些事儿了，至于被人戳脊梁骨吗？老王，你觉得我们把福宝接回来怎么样？什么意思啊？村里不都说，自打老苏家养了福宝后，他们家就顺风顺水的，咱家却越过越穷。再说了，福宝本来就是弟弟的孩子，我们收养顺理成章。可福宝已经给苏家了，现在咋要他回来？你忘了还有个秀兰呢？哎，对，到时候咱就跟苏家说，福宝是报错了，苏家总不能再把福宝要回去吧？现在收养孩子必须办理收养手续，我看他们老苏家就没有办。你的意思是？明天咱们就去镇上交申请，拿回福宝的抚养权。不能再傻等，我这就去请大夫上门来给福宝看病。爸，我跟你一起。你们咋来了？我们是来找福宝的。福宝呢？孩子病了，睡着没醒，你们回吧。生啥病了？前几天不是活蹦乱跳的吗？你们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们绑架福宝，福宝会生病吗？苏明成，我们还没怪你们没照顾好福宝，反倒让你先说我们的不是了。既然如此，也不藏着掖着了。福宝是我们老王家的闺女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把福宝带回去的。当初福宝在你家门口哭着求你们的时候，这谁嚷着不要福宝的？你们还有脸说这话？就是，现在福宝养在我家，你们反倒是来抢，你俩到底安的啥心？我告诉你们，想带走福宝没门儿！你们别想带走我妹妹！你们别想带走我妹妹！哼，这可由不得你们。福宝是我们亲侄女，而且我们已经拿到了福宝的收养证明，要带走她，你们管不着。瞧见了吧？让开，别挡着我接孩子！林连地，你撒手！福宝是我闺女，你们别想把她带走。她现在是我闺女，跟你们老苏家1分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不管你们从哪儿搞来的这种文件，福宝是我和连地的闺女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快滚！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！你们还讲理不讲理？行，我倒要看看还有没有王法。有人管没人管啊！老苏家仗着有钱欺负人了，村里的人都死绝了吗？王家大媳妇儿，你这又在做啥妖？村长啊，你可得给我评评理！自打福宝被苏明成带走，这半年我难受的吃不下睡不好，眼下好不容易办好了领养手续，结果他们根本不认，还不让我把孩子带走。啥领养手续？蒋翠芬，你别拿着几张破纸就能带走福宝。你，村长，你瞧他，你就跟他说，这文件是不是真的？我是不是该把福宝带走？文件确实是真的，可当初是你们家不养福宝在先，这半年连地他们把福宝养得好好的，这还折腾个啥？继续让他们养得了。村长，你这说的啥话？福宝是我们王家的种，我们又不是给不起他一口饭，凭啥让外人养？村长，我们当时也是糊涂了，总想着家里受了灾养不起孩子，可我们现在想通了。福宝是我弟弟留下的唯一血脉，我们不能放着他不管啊！就是，天底下哪有让一家人不能团聚的道理啊？我们就想把亲侄女带回去，咋就这么难啊？村长，福宝是我闺女，把她带走就是要我的命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对，别想带走我女儿！你们老苏家就这么欺负人是吧？行，我们现在就去镇上，把你们告上法院。
让法院的同志来给我们做主。王家大媳妇儿，你俩着啥急呀？咱们这不是正商量着吗？莲弟，王强是福宝的亲大伯，而且他们手上还有福宝的领养手续，真是闹到法庭上，你们也肯定留不住福宝，还是把孩子还给王家吧。村长，福宝生了病，睡了2天了，就多等1天，等他醒了再说，成不？不成，福宝我们今天必须带走。村长，就没别的法子吗？有是有，就是要问福宝自己想跟谁。可现在这，就让他们先把孩子带走吧。林莲弟，你再不撒手，我真去法院告你了！莲弟，莲弟，你别吓我啊！媳妇儿，福宝这是咋回事？咋都叫不醒啊？没用的东西，叫个孩子都叫不醒。看我的，没气儿了。啥？没气儿了？这可咋办？我咋知道咋办？林莲弟这死婆娘，早不说清楚这小丧门星有病，现在又死在咱家，真晦气。媳妇儿，今天咱们可是当着全村人的面把福宝带回来的，要是别人问起福宝来，咱们可咋说呀？这小丧门星自己死了，又不是咱们弄死的，索性趁着天黑，把他带到山沟里找个地方埋了。要是别人问起，就说他趁咱们没注意跑回去了，到那时候没嘴解释的，可就是老苏家了。也只能这样了。福宝，明成，我梦见福宝出事了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好，不过莲弟，你见到福宝一定要冷静，千万别冲动。莲弟，你慢点，快到了。奇了，他们家人呢？怎么连福宝都不见了？明成，我心跳的厉害，福宝怕不是要出事。那我们出去找找看。媳妇儿，真要把福宝埋了吗？要不咱们先送到卫生院，看看还有救没？你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福宝死在咱家了？别磨叽，趁天黑没人，赶紧把他埋了。媳妇儿，福宝刚才手动了。大晚上的别吓唬人，他死得透透的，还能诈尸不成？赶紧动手！福宝，你是自己咽的气儿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要怪就怪林莲弟他们没好好照顾你。福宝，你在哪儿？妈妈来接你了！福宝，莲弟那边有光，快点，有人来了！没用的东西！江翠芬，你们在干啥？啊！哎呀，终于睡饱了。爸爸妈妈，鬼啊！福宝，你别乱动，爸爸现在下来救你。福宝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他们以为我死了，想把我埋在土里。啥？哼，做的坏事还想跑？
不关我们的事啊！害了人还想跑，跟我们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走。明成，大半夜的你喊我们来，出啥事了？村长，王强两口子趁着天黑把福宝埋到山里，要不是我跟连帝到的及时，福宝就要被他们两口子给活埋了。还有这事儿？王强，明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们为啥要害福宝性命？不是，他不是人，他是恶鬼！我明明瞧着他咽了气，他咋可能又活过来了？你看清楚了，福宝明明就是个孩子。还有，真按你说的，福宝没了气，为啥你们不赶紧把他送到卫生所？我们那不是走错路了吗？还在狡辩，走错路能挖那么深的坑？明摆着你们就没想着给福宝花钱看病，就想把他埋了一了百了。蒋翠飞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村长，苏明成是你儿子，咋他说啥你就信啥？谁让……说真话！谁让这小丧门星突然死在俺家？要是让村里人知道，还不骂死我俩？这脏水肯定往苏家身上泼呀！还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说趁黑把福宝埋在山上，旁人问起来就说是半夜离家出走跑回苏家了，到时候就说是苏家把孩子弄丢的。王强，你可是福宝的亲大伯啊！你把福宝埋坑都想没想过？村长，他们这是在故意杀人，必须把他们送到派出所。连帝，你听我。林连帝，你敢打我？打你都是轻的，要是福宝出了事儿，我跟你拼命！我又没真把他给埋了，这不是活得好好的？有本事你们就让公安来抓我！村长。你也看到蒋翠楠是咋对福宝的，福宝可不能再去他们家了。是啊，村长，你想想法子，能不能让我们领养福宝？福宝啊，爷爷问你，你是想跟着你大伯，还是想跟着明成他们两口子？爷爷，我要跟着爸爸妈妈，不跟坏大伯。有福宝这句话就好办了，我明天就去镇上跟领导说明情况，到时候你们喊上王家两口子一块儿去，重新上户口就成。这都折腾一晚上了，福宝估计还饿着，你们给他做点吃的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蒋翠芬怕是不会答应。放心，我有法子。福宝，你想吃啥？妈妈给你做。只要是妈妈做的肉肉都好吃。好。好多肉肉，我要全部装到肚肚里。好好吃，妈妈你也吃。乖女儿，乖女儿，妈妈给你做一辈子肉吃，但是你答应妈妈，永远不要离开妈妈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想到刚才的事儿就后怕，我都不敢想福宝要真出了事，我们这后半辈子咋过呀？爸爸妈妈，不哭不哭，以后福宝会永远陪你们。爸妈，你们干嘛每次都把我排除在外？我也担心妹妹的好不好？咱们家以后会变得很有钱，哥哥也会考上清北大学，咱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真的？真的？福宝，以后的事儿你是咋知道的？爸爸妈妈，我是天上的福运小仙子，来这里渡劫的，所以我能看到未来哦。好好好，不管你是不是小仙子还是小福星，你都是我们的亲闺女。
宝都回你们家去了，你们咋还要来找我们麻烦？谁说我们是来找麻烦的？我们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。真的？我们这次来是希望你们可以主动放弃福宝的抚养权。啥？我知道你俩打的啥算盘，可是你们想过没有？福宝从小就没了爸妈，这些日子又大病一场，他现在可不能再被折腾了。王强，你是福宝的亲大伯，你想想你们对福宝做的这些事儿，再这么闹下去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弟弟吗？我可以答应，但是姓王的，你就这么轻易答应了，一点都不考虑我们娘儿俩，是不是？我告诉你们，要我答应这2篮子鸡蛋可不行。现在呢？你们说啥时候去镇上办手续，就啥时候去。行了。手续都办完了，以后福宝就是我们苏家的女儿了。福宝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苏家的宝贝疙瘩了，开不开心？别把女儿摔着了。福宝，肚肚饿不饿？咱们去饭店下馆子好不好？好。这孩子就喜欢吃这些零嘴。可怜可怜，给点钱吧，好几天没吃饭了。蒋翠芬，咋是你俩？林莲弟，你认错人了！你们的钱不要了。莲妮，你个贱人，故意看我笑话是吧？肯定是这小灾星使了什么妖法，让我们家越过越穷。别说了，好不容易要来的钱，赶紧拿着钱去吃顿饱饭。蠢货，你就知道吃，说啥自己拿钱做生意一定能翻身，结果连棺材本都赔进去了，害得老娘讨饭过日子。我真是当初瞎了眼嫁给你。你还有脸说？还不都是你在这叭叭讲，说那些人全是大老板，跟着他们做生意能赚大钱，结果呢，全是骗子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你个爱钱刀的，你个满身小子！我看是你们平日里坏事做多了，这才遭了报应。他们还要吃一辈子苦呢，吃着吃着就习惯了。你个小丧门星咒谁呢？没人教你好好说话，那老娘来教你。蒋翠芳，你敢动我闺女试试？姓王的，你还是不是个爷们儿？你媳妇儿被人打了你都不管？明成，算了，福宝说想吃猪蹄呢，咱们去饭店吧。以后你再敢出现在我们面前，我见你一次打一次。王强，老娘当初早知道你这么窝囊，还不如想办法嫁给苏明成，好过给你这种窝囊气。这日子我真是过够了！够了！要不是你，咱家能变成这样吗？整天窝囊废窝囊废的叫，老子真是后悔当初娶你这个扫把星进门。王强，你胆肥了，还敢老娘，还打老娘！耶！啊，我的头发！凡森，你这着急忙慌的，出啥事儿了？爸妈，家里来了2陌生人，都板着脸，瞧着可吓人了。村长爷爷让我赶紧喊你们回家。回来了，
两位领导，他们就是苏明成和林连地。明成同志，我们是县政府改革办的，听说了二位带领村民一起发家致富的事迹，专程过来赠送二位先锋模范的证书和奖章。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们就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儿，这是你们应得的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两位领导，留下来吃顿便饭。哎，不了，走吧，别走吧。妈妈，我要看。好好好，让你看。哇！听说这证书全县也就3家能拿到，我们家太厉害了。好啦，今天高兴给你们做好吃的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想吃软乎乎的肉包子。我要吃糖醋鱼。好，都给你们做。难道又要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连弟，你没事吧？范森，赶快去请大夫。大夫，连弟他生啥病了？啥病没有，是喜脉。伯伯，喜脉是什么呀？就是福宝你要有弟弟或者妹妹了。我去抓几剂保胎药，让莲枝多注意休息。我要当姐姐啦！我也要当哥哥啦！媳妇儿，你听到没？咱们又要当爸爸妈妈了。病了这么些年，我还以为自己再也不能有孩子了。打今儿起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活我包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做饭。慢点儿！妹妹，你说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呀？我想再要一个妹妹。我觉得是弟弟。那我们打赌，2根棒棒糖，我赌妈妈生的是妹妹。哥哥，你输啦！我已经看过啦，就是弟弟。妹妹，不带你这么玩的。生了，母子平安。